那么接下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啊，跟这个我什么这个一系列的专案组对我家庭、对我的公司采取的行动都是时间紧密相扣的。然后比如说打什么电话给法拉盛律师了，什么郭文贵在意大利遭遣返了，郭文贵杀人了，然后这个王岐山书记访美要遣返郭文贵了，习总书记要访美抢郭文贵了，这种威胁、恐吓、造谣和这些时间点都是有关系的。那是为了谁服务呢？是为了反腐吗？如果是为了反腐，要把郭文贵给抓回去，要是说把郭文贵给弄死，那不用这个手段，国家是个强大的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有罪的话，那不是啊。那现在是还是以反腐为名的，下面有些人在操作着，实际上对我要灭口。这是第一集当中讲的重点。有人认为我掌握了重要的资料，要灭口。所以在这个文字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敏感的信息，现在我不敢放，但是呢，大家能看到一些端倪，特别是从这个要钱的前后，涉及到了这些所谓过去的重大猛料大家认真的去看有时候时间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因为这个音频的截发，但是呢这几个逻辑上，我希望网友们能花一点时间，同时有错的地方，希望网友给原谅。小平先生，你可以继续往下播。好，现在请我们导播继续播放。觉得他这个来源完全是胡扯的，一点价值没有。咱要是这个弄了没有用，我就确认这是理就行了，我就不想再管了。只要确认是理或这个或其他来源，这事儿我是一定要报的，我一定让他们搞清楚这就够了。这桶脏水是非常严重的脏水，这对他极其的不利。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他。现在美国在睡觉，我正在想怎么办。我正在今天晚上不能喝酒了，我得想明白。那个海外网站联系上了，那个你那个，他们已经都删掉了，然后今后不会再更了，你放心吧。然后他们会跟对理不利的东西，你有什么就发给我的。吴兄，哪个网站呢？我不知道，看哪个？没听明白，抱歉。现在李勇呢是疯狂的这个在往外转钱，同时在想消灭证据，因为这个你的好朋友高峰的老婆呢帮了他很多忙，这也是我们昨天和前天才听说的。所以说本来我高峰也在我们举报之列，现在有您了，我们给他撤掉，不举了，好不好啊？您希望吴兄你明示，是不是以后需要高峰同志的他老婆的信息的？这个胡大姐的事儿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提了？但是你得真得告诉他，他跟李友善太深了，给他干了那么多事儿，而且呢，我们可以不报了，但是他的事儿他得小心，因为那个他帮了李友太多事了，那个人都给抓了那么多进监狱了，人家都折腾了，都是家破人亡。您告诉我该怎么做？是从此关于他事我不提了，还是怎么样？不提了，他是我兄弟这个贺的事儿也谨慎理令没问题。明白。从现在起，关于贺的事情我先收着，到时候有啥事面说。然后那个明白了，关于高的事情绝对就不再提了，有事儿给您说，但你一定给他说，让他家人别再参与这事儿了，真的是很可怕，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呢，李令的事情有事儿我随时给你报告，随时给你报，谢谢，明白。你把胡大姐的材料给我一份好吗？我的高兄弟怎么参与的？事情已经安排好，转过去了，放心吧。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你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感谢你。他们一定会有专人，而且我已经这个基本上知道是谁了。你耐心一些，等一下啊，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所有东西我都已经转告了。那个你耐心等待啊。高跟这没有任何关系，高的事儿再也不要提了，在任何场合也不要提了。这个事儿会非常，我相信会有很好的结果。你耐心等，稍安勿躁啊。
请小平先生停一下啊。好，请导播暂停一下。他什么态度？大家可能刚才看了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你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感谢你。这个信息呢，实际是跟那个因为这个信息的颠倒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信息呢是我收到的是关于在博讯网上出现了一篇就是要报这个中央领导人的这个所谓的视频的这个料，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转发过去的，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已经查到了是谁的，后来证明呢说是这个令完成在海外要求爆料，说那个信息引发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我们昨天这个信息啊，很多做好准备都已经废了，本来这个信息上都应该有这个原文啊，都有原文的，然后转发的原文时间，然后他的回复，包括在博讯网上出现的时间。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现在也必须说，就是说这个当时啊，包括希诺先生写了一个中央领导人的所谓的这些性爱的书籍这事情呢，事实上是希诺和我韦石他们和北京的有关领导导演了一出，我认为是对中央领导敲诈勒索这种虚假政治新闻，导致了这个铜锣湾的事件。铜锣湾事件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有下文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看到我发出的时间啊，未来我会公布这个时间呢，恰恰的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在博讯上爆出这个新闻，事实上我现在怀疑根本不是令完成的。如果是令完成，他不需要让我去转发这个信息，让我转发给吴征先生以后，吴征先生通过他的这个官方渠道直达这个最高领导人，叫领导人相信这是有人要做这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呢，又跟希诺的开始，你们可以看一看，希诺先生要爆出料来，还有铜锣湾要出这个书，跟这个时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今天呢，刚才小平先生您刚才说跟这个博讯的事情和财新的事情，不要说，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他的事情已经不是他的事情了。就这个新闻里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高度紧张，但是高度配合，还有时间高度契合，相差有不超5到10分钟啊。这个先通知我，让我去查这信息，然后再通过我的手机转发给吴征先生。吴征先生以最快的时间又查出了这个 IP 地址，然后又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今天说的其实就是很重点，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情，这跟过去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它是相辅相成的，这跟过去昨天24小时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相辅相关的。就是过去24小时，我非常惊讶，就是我们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明镜这个电视直播为了满足咱网友的要求，提前公告了，结果现在导致了很多人提前进行劝说、攻击和威胁，其中就包括了我看到了韦石先生的力量，我看到了吴征先生的力量啊，这种力量既在美国就在我身边，也在国内，各种这个关系，各种这个力量都来了。那么跟刚才这个爆料是有关系的，这个里边这个文字呢，大家认真看，所谓的那个时间，你们可以上我未来会在我的 Twitter 郭文贵这个 Twitter 上会公告出来，我会语音都挂上去，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也会把那时间给你们，和当时博讯的报道的时间和财新的相辅相成的时间，就他俩，其他媒体都没有报道。接下来和这个所有的铜锣湾的事件的查处，这都是有关系的。后来铜锣湾事件发生了，希诺先生的当然他书没出了，可他却拿到了这个海外的很多的钱，啊，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说呢？吴征先生在这个当中呢，我没有说出来的事情，我希望吴征先生，我希望他能听得到，我郭文贵还愿意和你交朋友，我希望你把给他们钱的事情，咱们俩要做个了结。你要不说，我就一定把你证据剩下的那80%全公告出来。如果你说了，你给了韦石的钱，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朋友，我不再报道那80%。可是你说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不是韦石，不是希诺，是你们背后的老板，他们为什么制造了一起起的这个敲诈最高层的政治事件，导致了这种国家的错误的行动、灾难的结果？那么这些领导是控制了谁，影响了谁？这是我第一期当中一直在说的。我不认为习总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些真相就在这些事情掩盖当中，而且随着时间已经过去2年了，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我播放的这些视频，还有这个音频，
还有这个文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100%是真实的。我已经在纽约的警局做了公证，我在这个相关部门也做了公证，我可以拿出我的原手机接受任何人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这个80%当中提到的有关领导的细节，我在这没有公布，因为涉及到太多的现任领导了，这个公布以后对他们也不是那么公平，同时也违反了我对朋友和领导的承诺。那么但是今天我播出这个时候，我希望网友能看到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跟你博讯财新，我不是对着你们来的，我是要对着你们当时的后台老板和金主来的。特别刚才说的那些删帖啊，这个发帖呀，它都是一个人控制的，而且跟这几个重大事件，所谓的这个令完成事件啊，还有李元朝的这个海外房子的新闻，还有这个令计划的妻子和他的新闻，还有一些涉及到现任领导和过去领导的一些新闻，这都是有关系的。我今天在这不一一详说，我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但是我希望吴增先生我们高度配合，把事情说清楚。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我接下来我一定就告诉你，谁说清也不行，我一定会报的。